在前一期评论做完以后，我顺手把文案发到了什么值得买平台，结果一个不知所谓的连默认 ID 都没改，头像也没换，就敢称该号是大号的用户，在我的文章的评论下大发神论，说拉卡界面比 Emulate 好，模拟器效率两者差别不大，总之各种鼓吹拉卡。当然，我很快发现原来他是高价贩卖预装拉卡整合系统盒子的奸商之一。然后前几天我在 B 站发了一期各种 SOC 方案盒子在安卓下模拟 PSP 的表现，结果又有人到我的帖子里来鼓吹拉卡。且不说我那期评论评测的是安卓下 PSP 模拟器，和 Linux 下的模拟器无关，就算用到了拉卡来模拟 PSP， 流畅度也是无法达到我视频里模拟战士那种流畅度的。因为一来 Libretro 版 PPSSPP 核心无法任意调整模拟 PSP 的时钟频率，这对于战神这种游戏的模拟来说是致命的缺陷。二来 Libretro 版 PPSSPP 核心效率低，无以免加速，两个因素加起来导致拉卡的 PPSSPP 核心根本就达不到安卓或者 Emulate 下独立 PPSSPP 模拟器的流畅度。总之，在各种地方总能看到别有用心的奸商用拉卡比 Emulate 更好的言论忽悠新人小白。好吧，这期评论我就来谈谈为什么我在 S905 上不再使用拉卡，转而使用 Emulate， 让大家知道 Emulate 好在哪里，拉卡差在哪里。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拉卡和 Emulate。大家都知道全能模拟器 Virtual Arch 吧？这是一个多平台的统一前端，有着超多的模拟器核心，其登录的平台包括各种掌机、家用机、手机、PC 等。其实 RA 不光是用来玩模拟器的，它还有着播放视频、看图片、唱卡拉 OK 等功能。从 1.7.8 开始，甚至增加了 OCR 功能，可以将游戏里的语言翻译并朗读出来。死亡人士入侵城堡，并取得了国王和公主囚犯。当然，因为国内访问谷歌的问题，这个翻译引擎不太容易用。Virtual Arch 主要被我们拿来玩模拟器，所以一般就要它全能模拟器。拉卡是一个装有 RA 的 Linux 系统，它删掉了与游戏无关的绝大部分东西，仅留下了与游戏相关的组件，因此可以认为拉卡等于 Linux 加 RA。拉卡所用的 Linux 系统最初是去掉了 Kodi 的 OpenELEC， 随后因为 OpenELEC 活跃度低，上一次更新还是2017年5月，又转到了 LibreELEC 并去掉了 Kodi， 直到目前仍然使用 SDL 1.2。从去年开始，拉卡的开发进度明显放缓。就在8月，拉卡的创始者 Kivita 放弃了拉卡，退出了开发小组。在退出前，他就明确表示 Virtual Arch 作为前端太弱太复杂，并开发了新的系统 Ludos。目前 Kivita 虽然已经退出了拉卡，但是还是在继续 Ludos 的项目。SX05RE 是由墨西哥人 Santi Gilbert 开发，2017年2月10日发布了第一个版本。SX05RE 起初以 LibreELEC 为 Linux 底包，以 SDL 2.0 为基础，加入了 Virtual Arch 和 Emulation Station， 并加入了众多的高效率独立模拟器，比如 DC 模拟器 Raycast、TST 模拟器 PPSSPP、MEM 模拟器 Advanced MEM。此时的 SX05RE 仍旧保留着Kodi，在Santi Gilbert 的笔记本坏了之后， SX05RE 的开发沉寂了一段时间。自从专门开发京城版子大神 KSCAQ 退出了 LibreELEC 开发以后， LibreELEC 的 S905 分支基本上没人维护了，对 S905 的支持也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一个专门以京城版子为开发对象的 LibreELEC 分支 CoreELEC 诞生。这个分支为京城的 S905 系列、S912、S905XR、S922X 等机顶盒与开发板专门优化，有着超高的活跃度。原先退出的 KSCAQ 大神也加入其中，相应的 SX05RE 的底包也开始换成 CoreELEC。今年 Santi Gilbert 终于厌烦了为3-2天出现 bug 的 Kodi 擦屁股，从 SX05RE 彻底删掉了 Kodi， 并改名成 Emulate 成为一个纯粹的游戏系统。为满足使用 Kodi 的用户， Santi Gilbert 将原 SX05RE 做成 CoreELEC 插件包。虽然游戏功能比单纯的 Emulate 少了一些，但仍能满足部分 Kodi 用户的游戏需求。为什么已经有了拉卡， Santi Gilbert 还要开发 Emulate 呢？我特地发了消息给 Emulate 的作者 Santi Gilbert， 他的回答如图。总结一下，基本上 Emulate 对拉卡有3大超越之处，改良了拉卡的3大缺点。第一大缺点，拉卡系统前端太丑太弱太难用。先说丑，见过拉卡和 Emulate 的人第一感觉就是拉卡的界面太丑了。拉卡所用的 RA 前端一共就4套基本框架的界面，分别是 RGUI、FlatUI、XMB 以及 Ozone， 其中除了 XMB 稍微能够美化一下，其他都非常丑。
即使是美化过的 XMB， 也只能用死板和非常一般来形容。RA 不支持视频预览，只支持预览图，而且仅支持 PNG 格式，最多只能同时显示2个预览图。由于 XMB 界面框架是定死的，布局、界面元素等无法更改，在 RA 1.80 之前的版本，更是连 XMB 的字体大小都无法更改。等你把 XMB 界面输出到低分辨率显示器或者显像管电机上，就会发现字体小到根本看不清。当然，现在拉卡的 RA 还没升到 1.8.0， 因为拉卡对 RA 的新版本总是抱着非常保守的态度，导致 RA 版本一直很落后于潮流。再说 ROM， 拉卡前端 RA 最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运行 ROM 非常麻烦，如果不写列表，得先加载模拟器，然后一层层的打开目录找 ROM， 而编写列表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基本上无法脱离电脑，除非找人给你写一个自动化列表生成的脚本。RA 下载 ROM 的复杂程度，连 Liberator 的 FB 核心移植者 Barbara Drummond 都曾吐槽说 RA 下载 ROM 的方式太糟糕，自己宁可用命令行下载 ROM， 也不要编写 RA 的 ROM 列表来运行游戏。随着拉卡的更新，现在新版又换了一种新的更复杂的列表方式，以前老旧的简单列表格式将逐渐推出历史舞台。顺带说一嘴，目前 PSC 所用的 AutoBleem 前端已经支持了 RA 的列表，但是前提是必须使用最新格式的游戏列表，如果用老的列表会造成界面死机。除了加载 ROM 麻烦， RA 还缺乏脚本支持，下载 ROM 的方式只能用 RA 的自己那一套，这导致如果我们想用命令行加载个边框显示个游戏开始前的短视频，或者针对特定游戏搞个特殊处理的脚本啥，都很难实现。此外，拉卡的前端 RA 只能针对 RA 本身进行设置，对于 Linux 系统的一些设置，则必须进入电脑通过 SSH 来实现，比如更改系统的分辨率、查看 TF 卡的空间、扩容等等功能，都必须进入电脑才能实现。想单纯通过手柄在盒子上操作，那是不可能的。对于一般人来说太复杂太难用了。为了解决拉卡的弱鸡前端难用问题， Emulate 引入了 RetroPie 和 Battlecilla 的前端 Emulation Station， 简称 ES。Emulate 的这个 ES 是最新版，不光支持图片预览，而且支持视频预览，支持屏保，支持 BGM 播放，而且有着非常灵活的界面。国外爱好者们已经为其制作了上千套华丽的皮肤，也就是主题，而且这些主题只要连上网就能在系统里下载。除了华丽的外表 ，ES 本身还有着强大的功能。首先可以无需编写游戏列表，把 ROM 扔到正确的文件夹里，重启 ES 就能显示。接机 ROM 自带数据库，自动识别接机的 ROM 并正确显示文件名。家用机游戏解读和预览视频，只要按照游戏加好后缀，并在 ES 设置里打开搜索本地媒体，选到游戏时自动显示封面和预览视频，比拉卡还要制作列表才能显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其次 ，ES 还能支持各种自动化脚本。在我下几版印象里，我就写了很多自动化脚本，除了自动根据游戏加载相应模拟器对应边框和闪图外，还有很多系统脚本，比如设置分辨率、一键扩容、一键开启扫描线滤镜，从 Emulate 系统返回机器内置的按钮系统等等。而官方的系统脚本还包括了在线下载 ES 主题、在线搜刮游戏的图片、视频等数据、文件浏览器、连接 WiFi 查看系统信息等等。至于之前饱受诟病的 ES 和 RA 两套键值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现在的 ES 手柄设置键值在设置完成时就利用脚本自动传递到 RA 中。再说说 ES 本身的设计选项。Emulate 的 ES 本身还有着建立收藏集、在线搜刮数据、切换系统分辨率、返回内置安卓系统等功能。总之，有了 ES 就能玩出拉卡不支持的无数种花样。最近，山西 Jailbird 刚放出了移植了 Battlecilla ES 的 Emulate 3.0 系统。Battlecilla 的 ES 相比 RetroPie 的 ES 开发定制程度更高，在 ES 界面加入了相当多的新功能。值得一提的有快捷连接无线网络、蓝牙连接，再也不用像拉卡那样复杂的用电脑输入命令行来连接蓝牙手柄了。ES 多语言支持，很多人需要的中文 ES 在此就有。其他还有针对模拟器或者游戏的独立设置等等。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拉卡被 Emulate 碾压了？没关系，视频进度条还长着，我们继续看。前面提到了前端，那我们再说说拉卡的第二大缺点，模拟器效率问题。拉卡由于跨越的平台太多，开发者太少，一共才5个人，却要对27种以上的平台提供支持，因此不可能为每种平台进入深入优化。RA 本身也是一个多平台软件，因此只可能对各种平台提供最基础的支持，这造成了 RA 模拟器效率相对于独立版的模拟器低得多。Emulate 相对于拉卡在模拟器这方面的巨大贡献，就是移植了相当多高效率和高表现的独立模拟器。这些模拟器充分针对 S905 硬件进行优化，充分利用了硬件，发挥了 S905 几乎全部的潜力。这些模拟器有 PPSSPP-SDL、Drastic、RayCast、ADVMan、DOSBox-SDL、ScumVM、MBberry 等等。拉卡仅能用 PPSSPP 核心勉强模拟一些简单的2D 和3D 游戏。
某些奸商的拉卡整合版为了追求低精度高速模拟，居然还在用2017年左右的成年老货 1.0 版 PPSSPP 核心。Emulate 却能用最新的 1.9.3 独立版 PPSSPP 以2倍甚至3倍的分辨率全速运行相当多的 PSP 3D 游戏。拉卡下完全没有能用的 NDS 模拟器，Emulate 却可以利用 Joystick 在2倍分辨率的情况下，全速无跳帧模拟 NDS 的所有兼容的 2D 和 3D 游戏。拉卡的 Raycast 在内部分辨率640×480下模拟绝大部分 3D DC 游戏惨不忍睹，而 Emulate 的独立版 Raycast 却能用 720p 甚至 1080p 全速模拟同样的游戏。至于其他独立模拟器也有着类似的表现，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总之一句话概括这些独立模拟器呢，就是画面比拉卡的好，速度比拉卡的快。除了独立模拟器的高效率， Emulate 对 RA 本身的模拟器也有很好的优化。由于拉卡开发者对 S905 根本不上心 ，N64 模拟器 Parallel 在 S905 上所有游戏贴图错误的问题一直得不到纠正。Parallel 是一块兼容性非常不错的 N64 模拟器，很多游戏都要通过这个模拟器才能运行，在 S905 上不能运行，对广大玩家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而山体 Gilbert 和 PSC 的模拟器开发者有着不错的互动，将针对 PSC 优化的 Parallel 移植过来，不仅修正了拉卡下 Parallel 的贴图错误，而且在 Emulate 上模拟 N64 有着相当不错的表现。与此类似 ，RA 的 Flycast 核心在 Emulate 上也进行了类似优化，效率也比拉卡的高一些。怎么样？这样一看，是不是觉得某些奸商推崇的超值拉卡是在浪费硬件了？最后再来说说拉卡的第3大缺点，拉卡的底包维护太差了。一共就5人的小组，哪有什么精力去维护那么多平台的版本 ？S905 的拉卡用的是 LibreLake 的 Linux 底包 ，LibreLake 本身对 S905 就没什么优化，更何况拉卡的版本里面内核和各种库都是万年老古董，不仅连 AV 输出都实现不了，到现在为止还用着 SDL 1.2，而 Emulate 使用超级活跃的 CoreLake，SDL 早就已经升级到 2.0.9 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基于 SDL 2.0 移植的 Joystick 无法在拉卡的官方版本下运行。其实只要比对一下拉卡和 Emulate 两者的开发活跃度就一目了然。此外 ，Emulate 还支持了一些独立的软件，比如 OpenBall 这个开源游戏引擎，让玩家可以玩到各种有趣的动作设计自制游戏。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经过我这么一番比较，你还认为 Emulate 仅仅是比拉卡多了视频预览的花架子吗？你是否还因为被奸商蒙蔽，错失了 Emulate 这样的好系统而懊恼呢？我想奸商之所以推拉卡，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香橙派 H3 时代推荐过拉卡 ，H3 因为机能弱，加上 RetroRange 派以效率低的 ARMBeam 桌面版为底包，造成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不如拉卡。有人就认为这完全是 ES 拖了模拟器运行的后腿，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在 S905 上 ，Emulate 使用更精简高效化的 Linux 系统，加上 S905 本身机能比 H3 强很多，拉卡不再有效率上的优势。可悲的是，某些奸商因为知识老旧，仍在推荐 H3 时代的拉卡，真是愚蠢至极。反过来再看当初 H3 上的拉卡，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当初那个速度快的版本其实是存在着画面撕裂的问题。最新版拉卡修正了撕裂，但同时整体效率也下降了很多，体验并不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奸商仍在 H3 上使用早期拉卡版的原因。奸商之所以推荐拉卡的第2个原因，是因为拉卡只支持预览图，制作相关的整合包工作量小很多，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拿来赚钱。第3个原因是因为拉卡不支持脚本，缺乏编程能力的奸商无法玩转 Emulate 这么有趣的系统，而且由于拉卡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功能，玩家玩不出什么花样，他们就省掉很多后期售后的精力了。他们推荐大家用拉卡，想的是如何赚到玩家口袋中的钱，哪管玩家的体验好不好呢？俗话说，货比货得扔。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期视频以后能亲自试一试，然后选择更好、更适合自己的 S905 系统。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拜拜。